最穷的那一年，我误入皇家猎场，成了太子的猎物。他玩腻之后，将我扔进马厩。当晚，一群喝醉的士兵闯进来，我熬过了这一夜。从此，太子看我的眼神带着玩味，日日召我去侍寝。殿下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做太子妃。我只喜欢敢玩命的女人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娶你。他带着我穿过东宫后院，进入了地牢，那儿有一口井。如果敢在井底待一夜，明天我就娶你。竟敢惊走太子殿下的路，你这个丑丫头不想活了！等等，我可以赔。你拿什么赔？难道要以身相许？这丫头脸上那么大一块胎记，竟然也想爬太子的床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？只要让我活着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哼，既然你不想痛痛快快的死，那就苟延残喘的活吧。没意思，这样就晕了，把他丢进马厩吧。反正太子不要他，我们就开荤，我们行好。他脸上有胎记，也不知道身上有没有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我脸上的胎记是蝴蝶的形状。等等，这丫头脸上的胎记好像在动，什么鬼玩意儿？莫不是看花眼了？你们听说过蝶料吗？5年前，王都北边有个村子，一夜之间全灭了。最开始，村民们的脸上只是长出一块茧状的斑痕，后来那茧慢慢长大，逐渐变成蝴蝶的形状。当茧破成蝶时，有成百上千只黑蝶从肉里飞出来，而人就只剩一张空皮挂在房梁上，风一吹就像纸鸢一样晃。为了防止蝶疫蔓延，小村庄被一夜焚尽，火光烧了3天3夜。只有一个小女孩躲在水井里逃过了一劫，那就是我。你少装神弄鬼，若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怎么会还活着？难不成你是鬼？因为我饿得太久，蝶力还没有成型。但若是有人碰了我，或是我忽然死去，那些蝴蝶会提前破茧，寻找新的宿主。你们想看一场百蝶飞舞的美景吗？真晦气，碰上这么个邪门玩意儿！走，别他娘真出事了，这玩意儿沾上身，小命都没了。你这个傻女人，就这么想引起我的注意？回殿下，赤骥不是，并非人为，许是天造日烈，他皮毛厚重，心有分热，想寻些清凉物样解燥。现在又不是寒冬，这世上哪来的兵给一匹马解暑？你倒是说说，想让本太子去哪儿寻兵？若殿下肯派人去猎场山基处寻些白色硝石回来，奴婢可以试试为赤骥制兵。也敢说会制兵？本太子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。若做不出来呢？若奴婢做不出来，任凭殿下处置，将奴婢双腿打断，手指折断，绝无怨言。好啊，本太子便给你一次机会，若是做不到，定不饶你。给你马厩女，赶紧弄，弄不出来，待会儿殿下打断你的腿，可别喊疼。见鬼了，这是什么法子？大夏天的，真凝出冰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回殿下，消食行寒，遇水便能隐寒聚冷，抽走水中的热气，水湿热便会凝冰。村里老人，这法子是奴婢幼时听村里老人闲谈提过，今日只是侥幸一试，幸而成功。你那偏僻的小村子倒真是藏龙卧虎，连治冰的法子都有。今晚你不必再睡马厩，收拾干净，来我寝殿伺候。是，殿下。他身上这马厩味儿也太呛了，熏得我脑仁疼。殿下怎么会让这种人进寝殿？就是面黄肌瘦的，身上没2两肉，长得还丑，哪点入了殿下的眼？怕不是殿下玩腻了走兽，想换个丑的寻新鲜。也别多说，这丫头怕是没什么好下场。你们记不记得，
上个月那个被召入寝殿的侍女，就因为给殿下倒水的女琴师弹错了一个音，被殿下命人拖到烈日下暴晒了一整天，那张脸都晒脱了皮，最后被赶出去，连宫门都没让进。看来这丑丫头怕是撑不过今晚喽。劳烦姐姐们费心烧水，我怎敢劳动各位？这后续的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姐姐们忙了许久，也该歇歇了。那你自己动手吧，水可烫着呢，一会儿洗的时候别叫唤，扰了殿下清静，有你好果子吃。那我们就先退下了。哥哥，你调配的遮颜膏可真好用。终于看起来有个人样了。谢殿下赏识。来，陪我下几局。奴婢愚笨，从未学过下棋，恐怕会坏了殿下的兴致。随便下，不用懂规矩，看谁先围死谁就是了。那奴婢尽力。对了，定个规矩，输了就脱一件衣服，赢了我赏你一颗药丸。敢问殿下，那是什么药？你猜。身段不错，可惜这张脸实在煞风景。哼，瞎猫也能撞上死耗子。你若是不敢吃这药，也可以脱衣服，本太子不介意。不知道是什么药还敢吃，真不知道你是胆子大还是胆子小。你吃了药，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？没有啊，奴婢没觉得哪里不舒服。要学炼药，必先用身体试药。我出身炼药世家，身体早就被百药养得和寻常人不同了，就连血液都带着3分毒，这点迷情药又算得了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怎么会躺在地上？回殿下，许是您昨夜下棋太过劳累，下着下着便靠在榻边睡着了，不慎滑落在地。奴婢不敢惊扰，便守在旁侧。你是在说我无能，连撑着下完棋的力气都没有？奴婢万万不敢，殿下精力过人，只是昨夜兴致颇高，久坐难免疲乏，奴婢口拙，不会说话。罢了，算你嘴甜，留你一命。今夜照旧过来伺候。是，殿下。他怎么还能活着出来？昨晚可是被召进房内伺候了一夜，以往那些人哪一个有好下场？我明白了，太子殿先惯了名门贵女绝色美人，大概是头一次见到这些丑的，觉得新鲜罢了。等玩上几天，自然就厌了。可不是，有他的好戏看，怕是之前那个被流放的侍女还惨，咱们就等着瞧吧。今晚我们玩点新的，投壶。不过这壶不是寻常的壶，我要用你的手来代替。把双手举在胸前，10步开外，我用剑朝你手心投过去。若我能一支不偏，全中肘心，算你赢；若是你胆小，哪怕手指动了1分，就算我输，不是你输。也就是说，若我赢了，双手也废了；若我输了，大概也活不了。完全正确。赢的人有什么好处吗？比如可以让输的人做一件事。你先赢了再说。我早已练得不怕累，也不怕痛，可我依然害怕下一支箭会对准我的眼，那样我就看不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画面了。
太子殿下，我赢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做太子妃。可以啊，我黎玉并不在意门第出身，不过我只喜欢敢玩命的女人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娶你。如果敢在井底待一夜，明天我就娶你。这里有蛇。有几百条，它们都饿极了。你就真的那么想嫁给我？从我12岁开始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太子妃。为了攀高枝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随时可以大叫，这附近有侍卫会拉你上来。不过那样的话，就算你挑战失败，你要做我一辈子的奴隶。我在市井中谋生，打架不计其数，在搏命的时候，我可以化凶为兽。我从来都不怕死，因为早在那个夜晚，我就见识了炼狱的模样。这井底的蛇渊，不过是再走一次罢了。什么叫无药可治？这些蛇不是你们养的吗？连解药都没有。这是新培育的蛇种，毒性猛烈。我们还未研制出解药。这位姑娘身上有多处咬伤，毒已入脉，此刻怕是早已心脉凝滞，肯定没救了。我不管，今日你们必须把它治好，治不好，我就把你们也丢进那口井里。王爷饶命！让索脉蛇好好招待你们。李玉，你说话算话，要娶我当太子妃。退下。你不是寻常的农家女，你到底是谁？5年前，王都北边的村子的确一夜之间化成了灰，但从来都没有什么蝶力，那不过是我编出来吓退马厩士兵的谎话。那个村子被焚，只因为他是炼药世家严家，奉旨为皇后研制驻颜丹的试药厂，驻颜丹最后炼成了，皇后如愿以偿，留住了容颜，永葆青春。可她生性善妒，容不得这世上还有人能拥有和她一样的驻颜之法，更容不得有人知道她的青春是用整个村子人的性命炼出来的。于是一夜之间火光冲天，整个村子被焚成了灰烬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皇室对外指称是瘟疫突发，烧村防疫。可那哪里是瘟疫，明明是皇家的私心，是皇后的妒意，烧尽了整个村子的人命。那晚只有一个孩子躲在古井里屏息炼生，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她是严家一个通房丫头的私生女，生来就被严家当作空气，却偏偏在那场大火里成了唯一的活口。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鲜血的温度，不会忘记那晚的漫天火光，不会忘记皇室用整个村子的性命换来的那炉驻颜丹。那个躲在井里的私生女就是我，严家的余孽，那个被皇室逼得家破人亡、无家可归的严灵。我只是穷得活不下去了，想搏一个机会。就凭你这张丑兮兮的脸，也想搏太子妃的位置？好看的容颜不能长久，易事如朝露。我敢孤身来到您身边，自然是有一计傍身的，能让殿下觉得留着我有用。哦，你倒说说，你指的是什么技艺？难不成是炼药，还是耍些旁门左道的小把戏？我可以给您做好吃的，做一些旁人做不出来的冰凉又清甜的东西，解腻消燥，慰劳殿下日夜操劳。你想让我吃那个喂马的冰草团？严婉，你倒是越发胆大，敢拿马食糊弄本太子。不是马食，是我为您特制的独一份的冰淇淋。太子殿下请用，这是臣女特制的冰淇淋，清甜绵密，
冰爽解腻。愿这独一份的滋味能让殿下每一天都充满惊喜。你先吃，还算有点本事。如果你一直这样乖乖的安分守己，讨本太子欢心，或许我可以封你为侧妃，让你从此摆脱卑贱身份，不必再受人欺凌。怎么？本太子封你为侧妃，你还嫌地位不够高，竟敢拒绝本太子？臣女想做的从来都不是侧妃，而是太子正妻，是用八抬大轿、明媒正娶、敲锣打鼓迎进宫门的那种。痴心妄想，颜琳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，一个罪臣余孽私生女，还想做太子正妻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若是殿下只肯让我做侧妃，那在臣女心里，殿下也就是我的侧房夫。毕竟心之所向才是正位，其余皆是旁支。你怎么敢这么说？一个卑贱的丫头，竟敢直呼本太子为侧夫，你是活腻了！我只是太想嫁给殿下了，若能做太子正妃，哪怕只当3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3天之后呢？做满3天太子正妃，你想如何？任你处置，杀寡存留，悉听尊便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这3天你能玩出什么花样，也看看3天之后，你这个痴心妄想的丫头要怎么承受本太子的处置。启奏陛下，太子殿下请立平民女子颜琳为太子妃，臣以为可将颜琳收为臣的义女，以正其身份，再行册立大典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颜琳为正一品命帝，则即日册立为太子妃。钦此。依我看，太子殿下根本不是真心想立她为妃，不过是想先把她捧上天，再让她狠狠摔下来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可不是嘛，指不定哪间宫里就传出她暴毙的消息了。一个卑贱平民，哪配得上太子妃之位？不过她这得到的也太多了吧？这珊瑚摆件，连主位娘娘都未必有，还有那异域香膏，听说千金难求呢。光看背影，你倒也有点资格做这太子妃。可惜胎记是我与生俱来的，再好看的嫁衣也遮不住这张入不了眼的脸。果然不是寻常女子，我都给你下了迷药，剂量足够放倒一头猛虎，你还能中途醒来，倒有几分本事。皇后娘娘深夜驾临东宫新房，不知是闲来探望，还是要教导儿媳些宫中规矩。哦，你倒说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皇后？娘娘风华灼灼，气度雍容，眉眼间带着凤仪天威。这宫里除了皇后娘娘，再无人有这般气度。儿媳一眼便认出来了，倒是会说话。可你既然知道驻颜丹的存在，就应该清楚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分享，分享荣宠，分享秘方，更分享太子妃的位置。皇后娘娘息怒，我之所以拼了命想成为太子妃，根本不是为了太子殿下，而是为了接近您。哦，接近我一个平民丫头，接近本宫，能为了什么？难不成还想谋夺后位？儿媳不敢，儿媳只是对严家为娘娘配置的驻颜丹如一日，宛若少女。儿媳打心底里羡慕你，倒敢提严家，本宫凭什么相信你？一个连身份都要靠宰相认亲才勉强站住的丫头，也敢在本宫面前耍花样？娘娘，您这几年是不是经常失眠多梦？夜里动辄还会觉得心口发闷？这根本不是寻常的体虚，而是驻颜丹即将失效的征兆。严家早有解法，我可以帮您重新炼制，稳住驻颜丹的药效。你最好早点证明你有用，能让本宫的驻颜丹恢复效量，否则我会让你牢牢记住，觊觎不该属于你的东西会付出何等代价。儿媳向母后敬酒，愿母后凤体安康，容颜永驻。太子妃有心了，但愿你今后事事妥帖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不然啊，我这个做母后的可是会好生教导你的。母后放心，将来儿媳定会尽心孝敬母后，待时机成熟，必送母后一份独一无二的大礼，保母后心愿得偿。罢了，今日是你大喜之日，下去陪太子吧。是，母后。我和太子妃相识这么久，从猎场到东宫，竟还不知道你的身世底细。今夜既是大婚，不如我们玩个小游戏。我问你问题，你若是答不上来，就喝一杯酒；若是答得上来，我便自饮一杯。太子妃觉得这个玩法如何？夫君想玩，我自然奉陪到底。你在家中排行第几？第19。你接近我到底是什么目的？猎场故意闯入，马厩装神弄鬼，治兵救马，井中搏蛇，这一切到底是巧合，还是你精心布的局？夫君说笑了，心之所至，向倾心，只想陪在夫君身边，拼尽全力搏一个留在你身边的位置罢了。哼，
答非所问。喝。第一天，赤巨突然不吃不喝，萎靡不振，根本不是天热烦躁，是你做了手脚吧？太子殿下果然聪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真名到底是什么？阿林，还是你随口编的名字？我叫严密。昨夜那盏掺了红罗香的酒，只会让他陷入缠绵梦境，醒后止于朦胧眷恋，断不会记起他吐露真名的瞬间，更不会察觉这红痕的异样。太子殿下，快些起身吧，天已经亮了，再耽搁下去，上朝要迟了，定会被朝臣们指责的。原来你这个一心想做太子妃的丫头，也会关心人啊。当然啦，夫君是我的良人，皇后娘娘是我的母后，你们二人自然是我在这宫里最关心的人。太子殿下，时辰已到，该上朝了。殿下快些息数吧，奴婢来收拾就好。儿媳给母后请安，昨日提及能为母后弥补驻颜丹的失效，儿媳不敢怠慢，连夜依着娘亲从前从严家偷记的秘方，制出这敷面香膏，一早便送来呈给母后，愿母后芳华永驻。你倒有心，只是这来路不明的香膏，你该不会是想借着敷面的由头暗助毒害本宫吧？母后明鉴，儿媳只是婢女所生的低微女子，生来便尝尽苦楚，平生所求不过是安稳的富贵荣华，能守着太子妃的位置，在宫中好好活下去，怎敢有半分谋害母后的心思？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儿媳今日献上香膏，只求能让母后舒心。若是母后心善，能赐予儿媳一点驻颜丹，让儿媳留住几分容貌，不那么快被太子厌弃，儿媳便感恩不尽，往后定当肝脑涂地，侍奉母后。闻起来倒像是好东西，花香清润，倒也不似掺了毒物。玉莲，你先替本宫试试这香膏。玉莲姑姑放心，这芳华绽是实打实的美容好东西，敷上之后能让肌肤莹润嫩白，去除细纹，绝不会有半分差错。姑姑只管安心便是。玉莲，你在本宫身边伺候多年，也快20了，这么久没婚配，都快成老姑娘了。今日倒是个好日子，本宫赏你和御前的刘公公做个对食，也好聊却你的一桩心事。皇后娘娘开恩，皇后娘娘开恩啊！皇后娘娘，求您收回成命。刘公公素来有怪癖，宫中人人皆知，奴婢若是跟了他，定会生不如死的。求娘娘开恩，饶了奴婢吧。本宫赐的婚，岂有收回的利益？再多言，休怪本宫无情。母后息怒，这芳华香膏需连着服用3天，方能见真效，后续还需依着肌肤状态调整用量。母后素来谨慎，自然需要一个贴心的侍药人。玉莲姑姑在母后身边多年，心思细腻，又熟悉母后的喜好，倒是个最合适的人选。也好，本宫便看在这香膏的份上，暂且收回成命。等本宫用这香膏把你这张脸调理得更嫩更白，再把你风风光光的送给刘公公，也不辜负本宫对你的厚爱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这香膏倒有几分奇效，可有名字？回母后，这香膏名唤芳华绽。太子妃真是日理万机，新婚第1天便把我这个夫君撂在东宫，整日守在坤宁宫，倒真是孝顺。母后是后宫之主，儿媳新婚首日前去侍奉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夫君不必见怪。这道伤是怎么回事？前日想着给夫君做碗鱼汤补身，处理鱼鳞时不小心被刀刃划到的，一点小伤，不打紧。是吗？除了我之外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欺负你。东宫的太子妃还轮不到旁人动一根手指头。我的太子妃好像从来都不怕痛的，猎场的剑伤，颈中的蛇咬，还有这道刀痕，你从来都皱过眉，更别说喊痛了。过惯了苦日子的人，
皮肉上的痛早就不算什么了，哪里还会怕痛？可昨夜我的太子妃似乎很怕痛，还一直让我慢一点，连一点动静都要轻声拦着我。夫君快别打趣了，新婚之夜的事怎能随意提起？你再胡说，我真的要恼了。李煜的心机太深，洞察力太过敏锐，不过短短几句交谈，便从我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异样。再这样周旋下去，他迟早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，发现我的复仇谋划。到那时，我便再无退路。母后，这香膏须得用心养护，敷完这2日，一定要静心休养，千万不可与父皇同房，否则药膏效用会彻底紊乱，不仅留不住芳华，反倒会伤及自身。不过是敷个面，怎么这么多麻烦？皇上几日未翻我的牌子，若是再避着，后宫那些莺莺燕燕岂不是要蹬鼻子上脸？母后明鉴，严家的药素来讲究慎行，越是奇效之方，越容不得半分怠慢。若是不遵规矩，最终伤及的还是母后自身。明日就是最后一次敷面了吧？敷完这3次，这香膏的奇效就能彻底定住了。是的，母后，明日敷完最后一次，后续只需每月用1次洋黄膏，便能保肌肤长久莹润。好，明日之后，我一定好好赏赐你，不会亏待了你的用心。谢母后恩典，儿媳定当更加用心侍奉母后。她太清楚皇后的性子，所谓的赏赐，不过是让她永远闭嘴，就像当年让严家76口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火光里。太子妃泡温泉还要穿着绸衣，倒显得生分。宫中工人众多，我担心有工人偷看，失了体统。这温泉宫是本宫的专属之地，没有人敢偷看太子和太子妃共浴。你扔了吧，反正我也不是没看过。太子妃，过来帮我擦擦背，可好？太子妃怎么如此黏腻，擦个背都放不开，就像是从未与男子亲近过的未出阁女孩一样。太子妃，现在我们裸僧队，你还能给我下药吗？还能让我陷入你的红罗香梦里，任你摆布吗？我想看看我的太子妃究竟长什么样。这胎记到底是天生的，还是你用来遮丑的幌子？你在做什么呀？这成何体统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坤宁宫出事了，皇后娘娘突发急症，情况危急。自从太子妃嫁进宫以来，宫里好像特别容易出事，事迹莫名不适，母后突发急症，倒真是巧得很。走，我们去看看被你悉心照料了3日的母后殿下究竟出了什么事。我的手脚好痛，骨头像是被生生捏碎了一样，浑身都没有力气。娘的筋骨似有异变，经脉临缩，气血流转紊乱到了极致，这绝非寻常急症。是啊，娘娘体内的气血流转忽然加速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催动着。依臣诊断，娘娘此刻的身体年纪已接近50旬，一夜之间，仿佛忽然衰老了20年。作为炼药师，我不能明目张胆地给人下毒，却可以给人选择。我给过皇后选择，是她自己太贪心，既要芳华永驻，又要盛宠不衰。如今的下场都是她咎由自取。镜子，把镜子拿来，我要看看我的脸，快！母后，您慢点，儿媳给您拿镜子。不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脸！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是你给我敷的香膏有问题，是你害了我！母后，怎会呢？这香膏玉莲姑姑也全程用了，每日和您敷的都是一样的，可只有母后出了事，而且怎会害您呢？而且一心只侍奉母后，求得母后庇佑啊！母后，会不会是您从前所服的驻颜丹出了问题？毕竟那药本就不是寻常丹药，严家的方子素来诡异。那是严家配的药，如今严家的炼药师全都死了，死光了，我还能找谁？谁能救我？太子妃已经害了我母后，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呢？你处心积虑接近我做太子妃，害母后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夫君已经察觉了，我还以为能瞒得更久一些。你喊我夫君，可我这个做夫君的连洞房花烛的真实滋味都没有给过你。
新婚夜的一切不过是你用红罗香造的一场梦，对不对？夫君在梦里也曾与我共度春宵，耳鬓厮磨，温情脉脉，难道那不算吗？至少在梦里你是真心待我的。梦中的你温顺听话，处处讨我欢心，比现在的你乖巧多了。不过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，带着锋芒，带着算计，像一只浑身是刺却又格外诱人的玫瑰。使你入梦的香名唤红罗，是我兄长严青所制，他是严家最有天赋的炼药师，若是他还活着，现在应该是天下最顶尖的炼药师，不会让严家落得那般下场。依我看，你才是最顶尖的炼药师，心思缜密，手段狠厉，连我和母后都成了你的棋子。太子妃，如今你的事情已经彻底败露，你害了母后，欺瞒了我，我该怎么处置你？是赐死，还是打入冷宫，让你生不如死？太子殿下已经吃了我为你特制的冰淇淋，那冰淇淋里我加了严家特制的千曲饮，若是想活命，就不能杀我，而且你还得让我吃好喝好，每月按时服下我配的解药，才能压制药性，保性命无虞。哼，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可你别忘了，我吃的东西你也都吃过，那冰淇淋你也尝了第一口。我要有事，你也活不了，不过是同归于尽罢了。太子殿下怕是忘了，严家是千年炼药世家，严家子女从小便服用各种炼药引子与解毒之物，百毒不侵，体质早就与常人不同。那点千珠饮对我而言不过是开胃小菜，对你却是致命之毒。你都已经报复了皇后，让她尝尽了衰老的苦楚，大仇得报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想要东宫的权力，还是想要我的性命？太子殿下，您真是善解人意，我要的既不是东宫的权力，也不是你的性命，只是一件小事。我只要您做一件事，从今日起，天下所有炼药师不再为皇家所驱使，不再成为皇室争权夺利满足私欲的工具，他们是自由之人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行炼药，悬壶济世，不再受皇室的逼迫与残害。只要你做到这件事，向天下颁布圣旨，昭告天下，我就会定期把解药送到你手上，保你性命无虞，一生安康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凭你这颗满腹算计、狠厉决绝的心。若是我颁布了圣旨，你却食言不肯给我解药，我岂不是成了天下人的笑柄？你可以不信，反正你是皇后的儿子，是那个用炼药师的鲜血换自己荣华富贵的女人的儿子。你若死了，于我而言不过是多报了一份仇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就不怕我表面答应你，暗地里却布下天罗地网取你性命，再寻天下炼药师为我结果？太子殿下性命金贵，怎会和我这微不足道的人一起死呢？而且严家的千余饮，唯有严家后人能解，天下炼药师无人能破，你赌不起，也输不起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严家主酒醉后与鄙人生下了我，我自小被养在后院的偏房里，像一只无人问津的野猫，吃着残羹凉肉，守着一方小小的天地长大。10岁之前，我唯一见过的人是孱弱的亲娘，她身子不好，终日卧病，还有一个每月来送一次丽银的仆妇。她看我的眼神永远带着鄙夷，像看一件脏东西。那时我以为我的一生都会这样暗无天日的过下去，直到10岁那年，一个少年闯进了我的世界，眉眼弯弯，打量了我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我还以为他们在偏院里养了一只野猫，原来养了一个野孩子啊！他是严青，我的亲哥哥。”从那天起，他便常来偏院找我。他知道我饿，便带各种吃食奖励我，让我跟着他学炼药术，教我背方子、识药性，握着我的手在药炉边演示如何让草木之间产生奇妙的反应。炼药的人一定别怕错，错了就重来。草木有情，心诚则灵。后来皇后遣人召他进宫，命他炼制驻颜丹。若皇后要年年驻颜，便意味着年年都要有人为她的私欲死在山野之间。违背天道的事，我不做。哥哥性子刚正，他坚决不肯。可皇后根本不在意什么天道，她只在意自己的容颜，只在意自己的圣宠。她只是云淡风轻的下旨：你若不炼，我便叫你们严家76口人一人1口毒药，就从你母亲开始。哥哥将自己关在房中一夜，房里的烛火亮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，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没有半句怨言，准备进宫。走之前，他特意来偏院找我。那天又是紫藤花开的季节，他也依旧穿着那件我最爱的月白衣衫，只是眉眼间多了一丝化不开的疲惫。紫藤花架下的最后一面，成了我此生最珍贵也最锥心的回忆。哥哥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刻进我的骨血，
成为我活下去的信念，也成为我潜心炼药的初心。阿密，我这一生行差踏错，诸多抉择皆有亏欠，无论结局如何，我皆坦然承受。只是你与严家他人不同，不必被出身束缚，更不必困于世俗规矩。你只管做你想做的医者，演你心之所向的方药，走一条只属于你自己的路。祝颜丹炼成了，皇后成了宫里最年轻的女人，光艳照人，深得帝宠。可不久之后，严家便被定下莫须有的罪名，通敌叛国，谋逆作乱。76口人一夜之间人间蒸发，像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一样。其实严家其他的74人怎样，我并不在意。他们从未善待过我，从未承认过我的身份。于我而言，他们不过是陌生人。但那76人里，偏偏有我在意的2个人，我的亲娘，还有我的哥哥严青。亲娘为了护我倒在井口，血染红了井水；哥哥为了护着严家，为了护着我，违背初心，最终落得尸骨无存。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理由。我踏入皇宫，不择手段想做太子妃，步步为营算计皇后，不是为了攀龙附凤，只是为了给我娘给我哥哥讨一个公道。我恨皇后的贪念，恨皇室的凉薄，恨他们用旁人的性命换自己的荣华富贵，换自己的芳华永足。我报复了皇后，让她尝尽了衰老的苦楚，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可这还不够，我要的是让天下所有的炼药师都不再成为皇室的工具，不再像严家一样因为一句旨意便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他们该有自己的自由，该炼自己想炼的药，该走自己想走的路。太子妃娘娘，皇后娘娘经众御医反复诊治，确诊为精血逆散，脏腑衰竭，药石难医。虽不至于即刻殒命，但依脉象看，余生只剩1年光阴，且周身关节轮缩酸痛，会日夜相伴。容貌崩坏，闭门不出，这只是开始。往后的300多个日夜，他会在每一个清晨醒来，面对镜中那个眼窝凹陷、肌肤松弛的老婢，感受着关节里蚀骨的酸痛。他会听见宫人的嬉笑嘲讽，却无能为力，躲无可躲。这是他欠严家的，欠我娘和哥哥的，如今一一偿还。咱们这位皇后娘娘从前仗着一张脸独得圣宠，号称宫中第一美人，如今倒好，躲在宫里不敢出来，就是不知道她老了之后会不会还像从前一样美呢？那自然是美的，美人就是美人，就算迟暮了也是老美人嘛，不是吗？这皇后当的还不如咱们呢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啊，皇上都好久没来看过她了。你们这些贱婢！黎玉手持密信，当庭细数当年严家被陷害的冤情，字字铿锵，句句有理。西严家遭人构陷，满门蒙冤，今证据确凿，着即平反昭雪，恢复严家声誉，追封严青为太医院正卿，赐谥忠义。为防世家遭陷，记入备赋。自即日起，天下所有炼药师不必再为皇家所驱使，不受宫廷章帽，不随权贵差遣。炼药师者，皆为自由之身，可炼心中所想之药，可行天下所愿之路。悬壶济世，平心而为，皇室宗师不得干涉。钦此。圣旨已下，严家平反，炼药师也自由了，你的心愿都了了。都了了，谢谢你，李玉。谢我做什么？你是我的太子妃，你的心愿便是我的心愿，而且我答应过你的事，自然会做到。我们家欠你们家的，严家平反，炼药师自由，应该算是还完了吧？差不多还完了，谢谢你。不谢？那你还想杀我吗？不想了。既然上一代的恩怨已经了结，那我和太子妃的游戏就该继续了。太子妃，夜还长，我会想办法让你交出解药。假使你真的给我下了毒的话，但如果你根本没下过毒，希望你救你。夫君，你不觉得这屋里很香吗？颜灭，你又来这一套。方法只要有效，不管老不老套，红螺只能用3次。3次之后，人会产生耐受性，这香也就彻底无效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要做3日太子妃，再迟1天，我就再也无法全身而退。毕竟我承诺过你，会让你每天惊喜连连。走，赤姬。
陪我去南方，离开这牢笼一样的王都，去看不一样的山河。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，恩怨了结，便不再纠缠。皇后得到了惩罚，严家沉冤得雪，炼药师重获自由，而我也该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我打算前往温暖的南方，在一座不知名的小镇定居，靠种花和炼药为生。不会有人知道我的来历，不会有人知道我曾是东宫的太子妃，更不会有人知道我是严家的余孽。如果有人问起，我就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炼医药师，就像千千万万的炼药师那样，炼自己想炼的药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